传闻这永昌伯府小女儿奇丑无比，世子不会怕了吧？世子到！快看快看！梨儿倒是不知，原来这长兴侯的世子竟是头驴。世子逃婚，已派人去寻找，吉时已定，姑娘还是先行个礼吧。放肆！谁叫你把这头驴拉上来的？是世子。世子真是越来越没规矩，还不赶快带下去！孟姑娘，世子无礼，不替他向你赔罪。世子悔婚，拿驴带去。侯爷，这是觉得我孟家无权无势。侯爷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样？驴怎么了？孟家这等门楣，就算是嫁给侯爷的驴，那也是高攀。长兴侯府取人，岂能容你们这些人之悔？没想到人人都怕的长兴侯，竟如此年轻，真是可惜。这有名无实的世子夫人，不做也罢。即使孟姑娘说要退婚，可不算我们长兴侯府失约。就是啊，这婚我不退，这驴我也不嫁。是我长兴侯府有错在先，孟姑娘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既然世子逃婚，有家不能回，不如我要嫁你，我要嫁你。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侯爷位高权重，果然还是个攀龙附凤之人呢。再厉害也是守活寡，哪个女的受得了？小点声，不想活了。我若就此打道回府，只怕这下场还不如嫁一头驴。你个丧门星，给你一次赎罪的机会，替你姐嫁去长兴侯府。长兴侯世子纨绔浪荡，人尽皆知，我不嫁。孟景瑶，长兴侯府权倾朝野，嫁给他唯一的儿子是你的福气。说当真如此，你为什么不让你的亲生女儿孟英去嫁？你孽障！婚姻之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岂容你挑三拣四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关进房中，待大婚之日绑进花轿。老侯爷当初与孟家订立婚约的时候，未免有说要嫁哪位公子。如今世子悔婚，你作为父亲，也有责任替他偿还这笔债。我侯府还有其他儿郎。我儿为救太子身残，不能有后。若有人愿意嫁他，我这心病也算了了。不必，这些年你忙于公务，疏于对兄明的管教，让这孩子任性妄为。今日这债你来偿。你可想清楚了？我想清楚了。那就别误了吉时。小姐，您先休息，我在外面候着。长兴侯的下人就这么没规矩，进主子的门都不知道敲门的吗？我可是侯爷房里的大丫鬟，侯爷的屋我想进便进，想出便出，轮得到你这个贱人在这里说三道四？你这个世子不要的破鞋，居然敢打我赵姐姐！这两个下人我不行，明日便送去发卖。知道我是谁吗？就敢发卖我？信不信明日侯爷就休了你？我走。蝶儿，现在就去送给管事发卖，就说是我说的。是，小姐。孟姑娘好大的威风！侯爷，侯爷，你终于来了！我们本来是想伺候夫人的，刚一进门，他便对我们二人又打又骂。侯爷，他是个悍妇啊！你今日刚嫁进侯府，就得遵守侯府家规。去，把家规办了，让夫人今夜抄100遍。是。侯爷与我今日相识，
说是硬碰硬，双方各执一词吵起来，倒显得我同个下人计较。不如我今日刚嫁进侯府，侯爷就让2个下人来羞辱我，不知明日休我之时，要说我所犯何事？我何时说过要休了你？侯爷明鉴，我从未说过这话，一定是他，是他嫉妒我的年轻貌美，所以才在造我的。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好不好？就凭你，还敢跟我家小姐比啊？侯爷，既然你发话了，那这2个姑娘便留着吧。不过今日是他们先动手的，梨儿不是下人，她同我一起长大，麻烦侯爷让您的人能不能以后别再打她？来人，把这丫鬟杖责50，赶出侯府。侯爷，我错了，走，侯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下去吧。你有什么话想说便直接说，你若是这般哭哭啼啼的样子，刚才就不会将这一巴掌还回去。我不是侯爷名门正娶过门的夫人，想要在这里讨生活，唯有伏低做小。你既然已经嫁给我，便是长兴侯府唯一的女主人，我的夫人，伏低做小，成何体统？今夜你也累了，早些休息吧。那我伺候你沐浴更衣？不必，我只是路过。洞房之夜留我一人，难道这也是侯府的规矩吗？你要的夫人名分我已经给你了，其他的我给不了你。反正你这样，就算一起睡也没关系吧？你为何非要嫁我？长兴侯的夫人，试问这天下女人，谁不想做？你若嫁于休明，也可是我庇佑，安稳一生。可你偏偏选择了我，这条路是要拿命去趟的。如今长兴侯在朝中威望远高于我，他却不是我的人。刘芝是个祸端。可是长兴侯一向中立，殿下可不必忌惮，他会偏帮三皇子。他若偏帮谁都不可怕，怕的是他自己也打着父王皇位的主意。明日你就派人假意刺杀我，动起手来，趁势除掉他，以除祸端。还好无大碍，否则我怎么向老侯爷交差呀？舅父，唯有趁我半身不遂，方可保下顾家。帮我。可侯爷，太医，可能医好，我未曾想过，长兴侯竟会舍命救我。回禀殿下，侯爷。侯爷日后怕是只能靠轮椅度日。我不怕，反正我什么都没有，命倒是有一条。今后你我以诚相待。若是你想和离，尽管开口便是，我仍会给你荣华富贵。这样好的男人竟然不行，真是天妒美男。也罢，如此便不必有夫妻之实，倒是称我心意。听闻妹妹的好夫君跟别人私奔了，你这回的门是哪门子的门啊？姐姐消息如此灵通，怎会不知我夫君是谁？世子嫌你宁可与人私奔，你自知没有脸回娘家，便又哭又闹的赖上了长兴侯，又老又瘸，你倒是不挑。托姐姐的福，我没个听，偏偏我在这等着你呢，
他说没有你这么个丢人的女。不过你知道的，姐姐一向最疼你了。你要是想进去，也不是不行。能，从那钻进去，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做。你怎么？你之前为了给你娘供奉牌位，从外面偷祭品回来的时候，不是钻得挺熟吗？这就是永昌伯府的待客之道吗？你是谁？让我想想，刚刚是谁说我夫君又老又瘸？长兴侯？怎么可能？世子那个年纪，他的父亲怎会如此年轻？其实世子是过继过来的，我夫君年轻点儿，又为什么不可以？侯爷是被迫娶的你，怎么可能陪你回门？定是你哪找的人演戏呢？哎呀，侯爷！哎呦，侯爷大驾光临，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啊？哎呦，回门是祖上定下来的规矩，永昌侯若是不欢迎，知会一声便是。何必以狗洞侮辱我夫人？哎呦，这是玉儿跟瑶儿在开玩笑，侯爷莫要怪罪，还是里边请吧。开玩笑？我看你不像开玩笑。这样吧，孟姑娘，你钻一下，我看看好不好笑。玩笑，我看着不像。这样吧，孟姑娘，等会儿你钻一下，我看看好不好笑。侯爷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我家玉儿还未婚嫁呢，如此行径不是有辱身份吗？生我长兴侯夫人钻狗洞的时候，我没想着有辱身份。推我回去。哎呦，侯爷莫走。哎呀，玉儿，钻！哎，咱们让侯爷看看，你和瑶儿小时候玩的游戏。钻！老爷，钻！别！今日回门，孟家都敢如此待他，恐怕未出阁时没少受委屈。也难怪他无论如何也要留在我的府上了。侯爷，里边请。这死瘸子，这么爱提孟景瑶这个贱人出头，我今儿就让你二人颜面扫地！让马夫去孟景瑶房间等着。是。说吧，你找我何事？刚才是姐姐不对，唐突了你和侯爷。我吩咐下人做了你喜欢吃的糕点。不是我喜欢吃，是我母亲。我想要吃糕点，只不过是想祭拜他。好疼啊！学狗叫就给你啊。妹妹不会是担心我在这糕点里下毒了吧？你确实是做得出这种龌龊的事儿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吃，你没想到要在乡里，我的好妹妹。侯爷给不了你的快乐，马夫可以，还是姐姐最疼你。来人啊，扶二小姐回房间休息。侯爷，之前是玉儿唐突了，给您赔个不是。景瑶呢？你请他去后院道歉，怎么倒是就你一个人回来？我就是个幌子，他是去见心上人了。玉儿，休要胡说！妹妹她本就心有所属，这回本该是我结的，只是我偶感风寒，这才拆散了她和她的心上人。你再敢造谣生事，
小心我拔了你的舌头！侯爷，我家玉儿打小就实诚，绝对不会乱说的。是啊，侯爷息怒。玉儿，你好好说，你妹妹到底是干什么去了？侯爷若是不信，我这就带你去看。你们听，好大的声音啊！哎呦喂，这声音简直不堪入耳啊！侯爷，怪老夫教女无方，生出这种孽障。侯爷，您大可休了她，但是求您留她一条小命。这脏水都泼到我长兴侯府门口了，这就是你教育出来的好女儿？这玉儿所言句句属实。做推开门，里面没有我夫人，你可知后果？说他不在里面，我自己关进祠堂受家法。永昌伯在，可听见了？玉儿，开！晴儿，怎么是你？小姐，我也不知道。您说让我把二小姐带过来，瞎胡说！我可没让你这般。来人，把这贱婢给我拉下去！小姐，您救救我，我也是按您的吩咐做的事。孟姑娘，现在可就用不得家法了，得问问国法了。且慢，侯爷，这肯定是误会，都是有小人使绊。我们家玉儿生性纯良，她怎么会害自己的亲妹妹呢？是呀，侯爷，这种事关起门来怎么说都好。你说你要报官了，怎么说呀？是我们家丫鬟和马夫苟且吗？是啊，侯爷，要我看，这么办吧，我罚玉儿关禁闭，有则罚之，无则加免。永昌伯，这可轮不到你做主。那侯爷，您看是怎么办？来人，鞭挞50，打完他们再回去。是。小姐，小姐，夫人，玉儿，玉儿，夫人，玉儿。就这么恶毒的姐姐，竟然连一点防备之心都没有。去将人唤出来，先带回府。是。侯爷，侯爷，别乱动，你中了沐浴的合欢散。好热。暗夜安静是到日长，眉目透，是窗风霜奈何藏。闲枕吟唱思绪尽苍茫，积云浩沙。
风上为愿去踏破山河之跌浪，一心并肩赴跌宕，看永别的尽头，霎时任天光，莫怪要添了轻狂。风上为愿蓝线难挽，险与魂伤，一起持续对不忘，人依然抉择，破日月晚霞，待到蓦然回首还。这是侯府，我怎么回来的？头好疼啊！小姐，你醒了。昨天听侯爷吩咐，任何人不能靠近你，出什么事了？我没事。侯爷呢？侯爷上朝去了呀。对了，下人们说世子找回来了，问您怎么处置呢？侯爷，他没说什么。说了。让我烧好水，等你醒了之后帮你沐浴。啊，小姐，我瞧着侯爷的脖子上呀，全是吻痕，你们昨夜吻痕？我应该是记错了吧？他不是不行吗？梦。肯定是梦。婉儿别怕，父亲只是一时生气，等他气消了，他一定会同意我娶你的。世子不必对我如此，我也不想同那个孟家小姐一争长短。我都逃婚了，她怎么还要嫁进来啊？孟小姐是嫁过来了，不过连头驴她都想嫁，想攀附我想疯了吧？她嫁的是驴，就让她和驴过去。我要明媒正娶的是婉儿。骗者为妻，分为妾，你的婉儿永远只能当妾。怎么可能？孟家二小姐若是生得如此美艳，为何坊间都传说她奇丑无比啊？你是孟锦瑶？给我回来！你刚刚说让我跟谁过？如果你容得下婉儿的话，我也不是非得赶你走。姐姐为何宁可嫁给驴都不愿就此作罢？顾修明，如果你真的爱婉儿姑娘呢，理应退婚在即。如今你们私奔，有违礼数，我怎么可能让她嫁进顾家？修明哥，都怪我一时兴起，除了私奔，我实在是想不到其他法子了。婉儿别哭，笑话！我长兴侯世子，想娶谁就娶谁，婉儿就是我的妻子。不过呢，我也不是不解风情之人。如果你非要嫁，我就成全你，你做妾，她做妻。我今儿就替你父亲好好教教你，什么叫做规矩。你这个悍妇要干什么？我现在就收了你！夫人，老夫人有请，让你将少爷一并带去。正好，我让祖母给我主持公道，退了你这泼妇的婚。祖母，祖母，这悍妇他打我，真是要反了天了！就是，别仗着自己有了婚约，就当自己是根葱了。祖母，一定要帮我讨个公道。跪下！孟锦瑶，祖母让你跪下。我是让你跪下！你这个逆子！孟锦瑶的名讳岂是你能喊的？母亲，修明是今早寻回的，我还在审问事发经过。此事由你全权处置，我倒要看看谁敢有异议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叫我祖母什么？母亲，过去侯爷忙，对世子疏于管教，如今娶了我，我定不负所托，好生教导。
你不要脸！你没嫁给我就想当我母亲，这不合礼数！我父亲疯了吗？大婚当日逃婚，你也配说礼数？即日起，闭门思过罚抄礼记，什么时候知道错了，什么时候出来。这轮不到你说话。我父亲不可能跟你成婚，他不同意。是，我不同意。父亲，我就知道您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是他们逼你的，对不对？我说我不同意你只关禁闭抄书，是让你吃不到教训，下次还敢？跪好。第一滚是为你是长兴侯府的世子，不服管教，私自逃婚。这第二滚是你藐视家规，错不认罚。第三滚是你不懂礼数，顶撞母亲。来人，带下去，杖责80。是。父亲，我错了，我认罚，我认罚。让你受委屈了。你今日怎么这么早回来？回来的正好，如今你有夫人了，再让大房拿着钟馗多有不便，我正想同你商量。母亲考虑的是，这件事交给您做主就行。我还有公务在身，我先去办。他是担心你这个时候回来，怕是根本没去上朝。堂堂长兴侯，何时因私废公过？不会吧，我昨晚不会真的把他……不对，他不行的呀。你去把大房二房的都叫来吧，往后你就是这个宅子的女主人了。三弟妹，进门后可还习惯？有老夫人照顾，侯爷疼爱，自然是没有不习惯的。听说修明这孩子回来了，还挨了80板子，不至于吧？这种人一进门就搅得上上下下不太平，把顾家的脸面都给丢尽了。大胆！我竟不知道老二的媳妇儿竟如此爱搬弄是非。母亲，您不知道，现在外面哪个不戳着我们的脊梁骨说，侯爷新娶的这个媳妇是二夫，不检点。二嫂，你也是个女人，这种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我可没勾搭完老的又勾搭小的，要不是三弟不行，怎么会轮到你来捡这个便宜？够了！我一时糊涂说错了话，母亲莫怪。发疯半年去祠堂抄经，再有下次，严惩不贷。是。起来吧。母亲，请喝茶。好孩子。这镯子是我当年嫁进来时就带着的，今日交给你，你莫嫌弃。弟妹真是好福气啊！我来给弟妹戴上吧。弟妹，这是母亲的一片心意，价值不菲。你即便不喜欢，也不能如此作践呀。这可是顾家主母代代相传的，不识好歹的东西，卖了你也赔不起。大嫂二嫂误会了，摔碎的这只镯子是我的。我原本也带了一只镯子，本想取下来再戴老夫人的翡翠镯子，哪知手一滑，不小心掉在了地上，脱了手，少大家亲见了。不怪你，侯爷娶了夫人了，往后这家就由孟锦瑶来当，你们二人从旁协助。母亲，他才19，如何管得了偌大的侯府？说的有理，那便这样吧，出了错我找你们二人问责。
是你们不好好教。母亲，您可得一碗水端平啊！如今这碗水在瑶儿手里，你们若教得好，她自然会把你们端平。一会儿你把钟馗交给他。你与世子相斗，这世子之位，迟早是我儿修红的。是，弟妹年纪轻轻，倒颇有手段。修明摊上你这个母亲呀，还真是有福了。我这就去拿。哼。母亲，这侯府上下都说我嫁给侯爷是爱慕虚荣，攀附权贵。您把家交给我，不怕吗？你年少时救我之事，可还记得？您果真是因为那件事情才与下这门婚事的？一叶落芳知天下秋，顾家交给你，我放心。秀明这孩子惹出来的麻烦，还得辛苦你。夫人，婉儿小姐带到。灵儿，你先下去。是。你把修明哥怎么了？为什么他还没回来？80大板，打完是需要时间的。他可是世子，顾家怎么舍得？肯定是你这个贱人挑拨离间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小鸟的瓜不甜。你一直逼着他，你得不到他的真心。我要他真心何用？你收着便是。我就知道，你贪图的是世子夫人之位，根本就不是诚心爱他。李婉儿，世子留你，我不会赶你走。可你若想堂堂正正的做世子夫人，这辈子怕是不行了。不该留在这里的，应该是你。你要做什么？我怀了顾家的血脉，顾修明的夫人只能是我。来人呀！孟姑娘要害顾家的血脉，快来人呀！大喊大叫，成何体统？没事吧？侯爷，侯爷，是孟姑娘，她要害我。趁我怀了顾家的血脉，怕我抢了她的世子夫人之位，她要杀了我，要杀了我可怜的孩子。世子妃之位，世子可以是顾修明，也可以不是，全看我夫人高兴。你夫人？夫人，怎么可能？他嫁的不是世子。李姑娘，你可想清楚了，我夫人刚才对你做了什么？按辈分，你应该称她为一声母亲，可你却说她谋害你腹中的胎儿，造谣污蔑长辈，是想让我以家法论处，还是国法？不，是我一时情急说错了话，是我自己说的。雨萌，与顾夫人没有关系。你本该被我赶出顾府，可念在你腹中有顾家的血脉，暂时留下吧。谢侯爷，谢夫人。阿星，是，请吧。你不是政务繁忙，你去忙你的。某人昨晚可不像如今这般赶我。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昨晚发生了什么？
夫人这是要我向你复述一下昨晚发生的事情。昨天晚上你中了合欢散，燥热难耐，我本想让你睡下，哪知你上了酒。够了，日后我会小心的，不会再着了算计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以后得罪人的事，让我出面。孟启尧怎么就勾搭上长心侯了？有他在，就算我当上世子夫人，也要处处受他的气。啊，疼，轻一点儿。小心点儿。怎么这么严重？这个孟启尧简直就是国报私仇！秀明哥，是我害了你。明日一早，我就收拾收拾，离开侯府。婉儿，为什么要走啊？我也不想，可今日孟锦瑶要害死我腹中的孩儿，我也还护着他。孩儿，你怀孕了？我才不要娶这个丑女，娶她回家有什么用？小心！谁啊？公子，你没事吧？仙女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你当日与我有救命之恩，如今我就算拼了性命，也要替你争一个夫人之位。修明给大娘请安了。哟，这我哪担得起呀？婉儿见过大娘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瞧着这婉儿，好生乖巧。修明，你比你父亲有眼光。大娘，婉儿也有身孕，我想娶她，可是父亲听了奸人的挑拨，无论如何他就是不允。大娘，您可得帮帮我呀！不是我说你，修明，这件事情你做的太不成体统了。你父亲为什么娶这个媳妇，还不是在替你擦屁股？大娘，我知道错了，可那孟锦瑶天天在我父亲耳边吹风，父亲根本不见我呀。这……侯爷，听老夫人的，老夫人呀最疼你。她寿辰将至，你表现得好，她老人家一高兴就同意了。毕竟都有孩子了，还能真为难你们呀？小姐，您怎么会有药大师的画作？他几年前就不再作画了，这算是绝技吧？小丫头，捅的倒还挺多呀。我之前帮你盯梢大小姐，她上课的时候呀，那些老师说的。帮我包起来。小姐，药大师一技难求，您真的打算送给老夫人吗？老夫人向来喜欢字画，虽然我没见过药大师，但是他被称为4大家之首，老夫人一定会喜欢的。孟启尧是你先不认的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怎么睡着了？怎么不去床上睡啊？
我要写明天的请柬，明天都得送出去。为什么不叫下人去做？第一次操办母亲的寿宴，得亲力亲为。挺累吧？我帮你吧。交给我就好。光心河流淌潺潺的波澜，诱惑弄心底柔软的琴弦。你今晚要在这里睡？不是你叫我到房间里陪你睡吗？那不一样，哪有洞房花主意让新娘子一个人睡啊？我们已经完婚了，哪有完了婚却要独守空房的道理？蛮不讲理。辛苦了。豪爷您处处护我周全，虽不爱我，却能将我捧在手心，别人欺不得数不得我。说是重选一次的话，我定还是要嫁给你的。豪爷，说您的夫人不是我，你也会如此待她吗？自然。哦，我先去睡了。自然不会。临江侯送极品玉壶一对。中山伯送玉老虎一对。东昌伯府送于大师茶具一套。恭祝侯府老太太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多谢贵客美意，请上座。今日是家母的寿辰，感谢各位亲朋好友前来捧场，侯府上下倍感荣幸。侯爷客气，能参加老夫人的寿宴是在下的荣幸。母亲，这是我亲手为您绣的百鸟图，祝您笑口常开。大方有心啦，赏。谢谢母亲。母亲，这是我们二房专门从江南送来的金银树，愿您身体健康。好，好，好，感谢诸位捧场。今日不同以往，我盼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盼到我儿子娶媳妇儿了。母亲，弟妹想必也准备了大礼，不如让大家先瞧瞧。是啊，弟妹头一年嫁进来，这礼物得让我们开开眼吧。也好，婆礼献上以表心意，希望母亲喜欢。怎么是空的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哎，弟妹啊，你送给母亲个空匣子，这买椟还珠，你总得有个珠吧？倒是像弟妹这种不修边幅的人能干出来的事儿。这长兴侯看着不像吝啬的人，怎的娶的媳妇儿如此上不得台面？我原本礼是我备的，是我疏忽了。祖母，母亲最近筹办祖母寿辰之事，想必是太累了。这是我和世子准备的礼物，也算是侯爷与母亲的心意吧。这谁呀？听说是跟世子私奔的女人，什么时候过门的？这可是药大师的珍品《万里江山图》。临江侯好眼力，这正是我父亲收藏多年的药大师真迹。这女子可不简单，药大师真迹本就少，就是当今圣上也没几幅啊。恭贺老夫人，珍品千金难求，这《万里江山图》更是世间独一，老夫人好福气啊！婉儿用心了，兄米也到了该娶妻的年纪，你们若真心相爱就……真是巧了，婉儿同我送母亲的礼物居然一模一样。母亲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抠就算了，竟然连儿媳妇的便宜都想占，没读过书的人就是上不得台面。区区藏品没什么意思，不如请药大师亲自作画。夫人说笑了，
那药大师岂是你说请就请得来的？怎么不能？孟家小姐真是，这药大师可是连皇上的面子都不给。是啊，早些年不是封笔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是舅父吗？母亲临终前让我一定找到你，我终于找到了。瑶儿，你受苦了，是他们打你了吗？疼吗？有舅父在，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受苦了。你母亲的死绝不是意外。母亲是被父亲的外甥害死的。母亲走后，他带着女儿成了当家主母，一心想要赶我出门。以后就在舅父这里住下吧。不，我要待在那里守住母亲的嫁妆，为母亲报仇。可那外室必不会好好教导你。也罢，我教就是了。阿瑶请我，我自是要来的。莫说是封笔了，我这把老骨头就算是入土了，也要出来给自家孩子撑面子。呸！舅父，别说不吉利的话。药大师是他舅父，这孟小姐真是深藏不露啊！好事成双啊！一副万里江山图，一副山野贺寿图，老夫人好福气啊！这万里江山图可不是我画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是我爸的藏品，这肯定是真的。这是我爸的藏品，这肯定是真的。这幅图是阿瑶临摹的，那这上面有阿瑶的印。你陷害我，是你陷害我！你故意让我拿这个赝品来给祖母贺寿，分明是想来嘲笑我。是不是？万里江山图原本就毁了，真迹早就没了。小姑娘，害人终害己啊！今日是我母亲的寿辰，我夫人还为大家准备了其他表演，请各位宾客移步。李婉儿，你假孕想嫁给修明，我没有拆穿你，你去恩将仇报，盗取我送给母亲的贺礼。我知道错了，我是一时被中药蒙了心。什么？怀孕是假的？我不是有意的，我以为你跟穆启尧已经成婚了，我只想要个正妻的位置。胡闹！我顾家容不下这个满嘴谎言的女子。来人，将李婉儿逐出府！放开我！走！我真是错失明珠，把个石头当块宝。母亲，今日是您寿辰，别让外人扫了兴。不会，我有这么优秀的儿媳，开心还来不及。娶到了这样的好夫人，你要知道珍惜呀。这李婉儿真是个没用的东西。就这些了，顾家所有的庄子、铺子、账册都在这里了。劳烦嫂子了，我先看，有不懂的地方再问你。可别了，弟妹这么厉害，都能请得动药大师，我哪配指导你呀？哼！灵儿，去把我的嫁妆清单拿过来。是。
还好舅舅发现了这份留存的清单。这孙氏胆子是真的大，私吞了这么多，也不怕被撑死。谢夫人留了这么一大笔嫁妆，孙氏就只留了您这点儿。走，是时候把母亲的嫁妆讨回来了。哟，长兴侯夫人风头正盛，还知道回娘家呢。我今日来，是来讨回我娘的嫁妆。嫁妆？你出嫁时不都已经给你了吗？你给我的可是全部。我可没少给你一分啊！你母亲压根就没带什么嫁妆。难道你就没有私藏？瑶儿，你现在贵为长兴侯夫人，不能信口胡说呀。那你看看这个，可还熟悉？你怎么会有这清单？你母亲的嫁妆带到我的府中，就是孟府的，你能拿走多少？我说了算。我说了算。我的好爹爹，你宠妾灭妻，侵吞我娘的嫁妆，不怕我说出去，被世人所耻笑吗？瑶儿，这都是误会。现在我孟府家道中落，那些钱都填补家用了。家用？我看这小娘和孟玉身上穿金戴银，倒不像是补贴家用。要不我们就对簿公堂，好好审一审，这钱该不该还？你，孟景瑶，长兴侯是差你吃的还是少你喝的了？问娘家要饭呢？侯爷知道你这么丢人吗？丢人？为自己的生母讨份公道，就算闹到圣上面前，也不算丢人。哎呦，侯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若不来，让你们欺负我夫人吗？侯爷，别听孟景瑶想一出是一出的，这单子的东西早给他了，哪还有什么余下的呀？有没有你说了不算。库房钥匙给我。我钥匙。哎呀，拿来吧你。快去看看。哼，这个，哎，好，这个，好的，还有这个，好嘞，小姐。孟景瑶，你干什么？这些可都是我的嫁妆。巧了，这项链也是我母亲的，这是我母亲送我的生辰礼。玉儿，算了，让他拿。母亲，这些可都是我的嫁妆，他都拿走了，我以后可怎么嫁人啊？坏事就是坏事，永远都上不了台面。莲儿，我们走。这笔账我要一笔一笔的给你算回来。真人之事，为什么不叫我？当日大婚，我们不是说好了，你给我夫人之位，我不求其他。你倒是没有撒谎，自始至终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名分，能帮你母亲讨回公道的名分。走，把夫人送回去。我说错话了。哎呀，玉儿啊，这值钱东西本来就不多，你还在这里给我摔。反正我都没嫁妆了，也没人娶我。当初让你嫁进侯府，你偏跟我使小性子。你要是去了，能有他今日的威风劲儿吗？
母亲，那长仙侯世子纨绔不堪，还日日沉迷于酒色。我要是嫁过去了，那我这辈子就毁了。玉儿，那可是长兴侯府，世子袭爵，天下女人谁不敬你3分啊？可长兴侯尚未成婚，世子又是过继而来，这爵位，谁知道轮不轮得到他？要不，让孟锦瑶去谈。他就是冲着咱们娘俩来的，为了有这么一天，不惜嫁给一个瘸子。玉儿，你想一想，这个侯爷是个瘸子，还不能生子，将来这个爵位还不是留给世子的？等世子继位了，有他好果子吃吗？母亲的意思是，你说我和孟锦瑶谁好看？当然是大小姐啦！大小姐风姿绰约，饱读诗书，岂是她能比的？我若是嫁过去，世子还会退婚吗？当然不会啦！大小姐这等样貌品性，配世子绰绰有余，怎么可能逃婚呢？算你会说话，真是便宜那个世子了。说是嫁给他，以后我就是侯府女主人。孟锦瑶，你抢我嫁妆，就别怪我抢侯府。吩咐下去，本小姐今天要去侯府看望我妹妹。是，小姐。你去跟我妹妹说，我在这逛逛。人呢？早知如此，我还逃什么婚啊？果真是花天酒地，可眼下也没有别的路可走。锦瑶，你是不是为了气我才嫁给我父亲的？啊，对不对？你醉了？不，我清醒得很。你一定是爱我的，你宁愿嫁给我父亲，也要在我身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世子，世子！这副山野鹤寿图，老夫人，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不要着急，慢慢说。世子醉酒轻剥了夫人的长剪，如今孟大小姐正急着要报官呢。什么？光天化日，成何体统？母亲，别急。你怎么会在这？我是来找你的，可丫鬟故意怠慢我，丢下我，我又不认识路，这才遇到了世子。我在院子里闭门思过呀。我只是想找世子问路，没成想他把我强行拉入房。我喝酒是他自己进来的。顾修明，你真是荒唐！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我尚未出阁，便失了女子清白，我以后还怎么嫁人啊？我不活了！孟姑娘，我们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我不要交代，我要报官！上大娶你可好？什么？凭什么呀？还有脸问凭什么？孟姑娘，我去提亲，只是修明刚刚逃婚，这事不光彩，婚不能像瑶儿那样打扮。我失了女子清白，以后也没办法嫁人，便只好如此。侯爷今晚又要睡这？你们也太胡闹了！修明的婚礼怎能如此儿戏？墨玉要报官，那种情况下，我总不能把你儿子送去官府吧？你是忘了孟玉下毒害你之事，还是忘了他们母女侵占你母亲嫁妆一事？亦或是你不记得，你以前祭奠我母亲，只能钻狗洞回府一事？
侯爷，你退一步。再退一步。记住这个位置，这才是一对表面夫妻该有的距离。既然想当长兴侯夫人，该尽尽当夫人的义务吧。侯爷忘了，你要的夫人名分我已经给你了，其他的我给不了你。你在怪我？不敢。初与你相识，我自是不知。不知什么？你能站起来了？上次你不是应该已经知道了吗？知道什么？我有绿衣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待到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。所以那晚我们有太多遗憾，事不够义无反顾，你可愿与我虚度？你当真要让墨玉嫁进来？当时的那种情况，为保全侯府颜面，只能让他进门。只怕是世子也着了他的道。修明的路是他自己走绝的，我不想让墨玉嫁进来，只是怕他伤害你。侯爷，你当年和平阳郡主的事情人尽皆知，婚前我便知道你心里容不下其他人。原本我也以为自己可以做到相敬如宾，可随着您的关心和袒护，我发现自己想要的越来越多。如此下去，恐怕我就不再想做虚有其表的夫人了。你就不问问我腿是怎么回事吗？侯爷觉得应该让我知道，自然会说的。太子忌惮，我迫不得已，因此才装病，避其锋芒。如今皇上龙体安康，便没有性命之虞。可是皇上毕竟年岁已大，便是太子，迟早要清算的。所以，你当年和平阳郡主也是因为此事被迫分开。我若是知道你会因此吃醋，早知道大点的，这颜色不对，换的啥呀？重新换一份。这世子夫人也太会摆谱了，就知道指手画脚。就是侯夫人都没他这么多事儿，你们俩嘀咕什么呢？怎么办事的？你把这个画片举着，跪几个时辰去。夫人，这么大太阳，跪着会死人的。你也一起去跪着。夫人，墨玉姑娘实在是太过分了，简直不把我们下人当人。墨玉还以为自己在伯府，折磨人那一套，给我带到顾府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，我会处理的。出去！听说儿媳妇丫鬟用的不趁手，我可是你姐，我看顾府的丫鬟不过如此，没几个机灵的。
那就全都撤了吧。我可是世子夫人，你敢如此对我？那也是我的儿媳妇啊，在我家，我说了算。我再容忍你嚣张几年，侯爷不行，你也不会有所出。未来，我才是侯府的女主人。放肆！你竟敢打我！李嬷嬷在，教我们的世子妃好好懂懂规矩。是夫人。你敢！要不我们早些休息吧。侯爷是瘸子，孟锦瑶，你个小贱人，在侯府就敢偷人了！我今天就让你身败名裂！干什么去了？本少爷腿不舒服，过来给我捏捏。侯爷居然没病，那等身材，岂是这个花天酒地、烂醉如泥的人能比？孟锦瑶，凭什么好处都让你占？没想到侯爷是正常男人，他若是先了解我，定会爱上我。夫君，你先去诗会，我想先去买个糕点，等会儿去找你。事儿真多，我先走了。梨儿，孟锦瑶让你去给她买个糕点。可是夫人让我在这里等她的。她出门前嘱咐我的，还能骗你不成？梨儿呢？她去给你买糕点去了。她这么笨，不会走丢了吧？你们先上车，回去找梨儿。我劝你别在我面前耍小心思，别以为你有意支开瑶儿，我不知道。你误会我了，我没有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让你怎么进侯府，怎么滚出去！侯爷，本该嫁给你的人就是我，是孟锦瑶，她顶替我嫡女的身份嫁进来的。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现在什么身份？侯爷，我知道你没有腿疾，如果您先认识我，我们这个事要是让第4个人知道，信不信我让你永远消失？哼，机关算尽，想捞尽一切好处，却连他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我自小学习琴棋书画，身材样貌样样比他强。孟锦瑶那个粗鄙村妇，我到底哪点不如她？等会儿诗会你就知道，她根本配不上你。现在领先的是这位公子，他的诗句属实不凡，可还有人敢上台挑战啊？我来。哼，一介女子能做出什么好诗啊？秋意浓如酒，叶落满山秋。风拂林间尽，月照水中幽。好，这位小姐的诗句当得起今年的头彩。今年的头彩是那支百转琉璃笔。百转琉璃笔，那不是舅父的笔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侯爷，您就不要失了身份，和我们小孩子家家抢彩头。何见以无情与干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好诗，好诗啊！简直是精妙绝伦呐！好诗。他好像是长信侯顾夫人。
哦，原来是顾夫人，许久没有听到如此意境深远、用词精妙的诗了。我宣布，此次的头彩当属于顾夫人。好，好啊！怎么可能？她自小就没有上过一天学堂。等一下，他作弊。看来是有人不服啊。那不如我们换个命题，还请顾夫人以春为题作诗一首。东城渐觉风光好，湖昼波纹迎客照。绿杨烟外晓寒清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浮生长恨欢娱少，肯爱千金轻一笑。会君持酒劝斜阳，且向花间留晚照。好诗啊！太牛了！顾夫人简直实至名归啊！旁边的赶紧坐下去吧。对，就算作弊你也写不出这么绝妙的诗啊！确实，说得很对。早知道不提来诗会，风头都被他出尽了。可还有人要上台挑战啊！若是无人的话，此次头彩便属于顾夫人。没想到瑶儿长得好看，还有如此文采。瑶儿也是你叫的，认清自己的位置。孟月，是你要死皮赖脸嫁给我的，要不是你有2分像他，我才不会对你。怎么了啊？你不撒泡尿看看自己什么样子，还就拎起我来了？成天花天酒地的，有个人要吗？我去你的吧！你敢打我？你什么你？我可是你的发妻，我去告状。夫人，何瑶为什么要偷偷摸摸？梨儿，你记得把残渣倒掉，千万不能让人知道我喝的什么药。可这也不是孟家呀，何必如此遮遮掩掩？我怀孕了。是谁的孩子呀？侯爷的。侯爷？好你个孟景瑶，差点一不小心让你办大事。不行，侯爷要知道自己有孩子，世子地位不保。孟景瑶，你可别怪我心狠。谁啊？奇怪，也没人呀。夫人，药熬好了，小心烫。夫人，打扰了，老夫人中毒，全府上下都要被搜查，请您配合。什么？中毒？我要去看母亲。你还会把脉？母亲中了百草枯，毒已经渗透到经脉了。少装模作样，你会不会解毒？我怎会不知？母亲中毒是谁发现的？何时发现的？我进来就看到母亲口吐白沫，你问这些做什么？禀告侯爷，我们发现一碗毒药。在哪发现的？是
是侯夫人房里的。怎么可能？是孟景瑶的，他每天让灵儿偷偷煎药。再胡说，小心我拔了你的舌头！我没有冤枉他，你可以去看灵儿每天买药的记录，侯爷一查便知。你要是让我知道你说了一句谎话，你知道后果的。阿星，去查。侯爷，据查，确实是侯夫人每日让丫鬟出门买药，偷偷煎药，还将药渣埋在树下。这碗毒药就是今日煎的。孟锦瑶，母亲待你如此好，你竟干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！为何？这药是我煎给自己喝的，我怎么会害母亲啊？自己喝干嘛偷偷摸摸？定是你拿了钟馗之权，怕母亲反悔，便下此毒手。什么药不能光明正大的喝？人人都以为长兴侯有病，如今还有人谋害母亲，这顾府内忧外患。我若说出这是保胎药，只怕会引来祸事。只是调理滋补的药，这药是我煎给自己喝的，岂有下毒的道理？母亲这毒我识的，我要解法。瑶儿，快叫师傅！我可是三顾茅庐才给你请的神医师傅。师傅，哎，我可没答应收他，这得看天资。老兄，我这外甥女自小体弱多病，你就帮她取点皮毛，给自己调养调养也好啊。如果不是因为你的面子，我今天都不会来。你如果能够在1日之内记住这些药材，我便收你为徒。怎么，就这一会儿功夫，你就全记下了？师傅可以考考我呀。好，你说说这是什么药材？师傅你逗我，这个看着像人参，其实这个就是白萝卜。好，清风啊，你总算没坑我一次。这个徒弟我收下了。好，多谢。莫景瑶，你少装蒜！我是你姐，你会不会解毒，我岂会不知？定是你一边想下毒害祖母，一边假借神医之名给祖母解毒。哼，莫景瑶，我看你的目的就是想在侯府立威吧？侯爷，你千万不能放过他！这件事情还没有定论。这里不是孟府，岂轮得到你在这儿兴风作浪？我也是关心祖母啊！我是你姐，你竟敢打我！你是怎么知道李二偷偷给我煎药一事的？碰巧得知。好，碰巧。我看这药里的毒，就是你下的。我母亲这毒该如何解？换血。这是什么邪门的法子？侯爷，你可不能听他的，万一再解出个好歹。孟景瑶，你好歹毒的心思，你想害死我吗？是我歹毒，还是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你涂掉也无用，只要沾了便会要命。你最好盼着我真的能解毒。
不可能！这药只是让孩子流掉，我不会死的，我不要死，我不要！你有孩子了？你有孩子了？大嫂，你干嘛？侯爷腿上有疾，根本不可能和你行房。你有了身孕，简直就是让我们顾家蒙羞。孩子是我的。不可能！你居然能站起来！是你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害我母亲？她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们姓孟的一个个都如此歹毒。大嫂，当下最重要的是救母亲的命。侯爷，真的不是我下的毒，侯爷你要明诚啊，真的不是我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，关起来。没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放他出来。是。不要，侯爷不要，不要！走，真的不是我，不是我下的毒，不是我。怎么换血？这毒的解法要用阴阳之血，我大概也能推算得出我怀的是个男孩。若我帮母亲换血，或许可以救她一条命。你喝的可是保胎药？你这个身子上学喝保胎药，现在换血，恐怕这是唯一的解法。不用担心我一定会撑过去的。给我准备刀和羊肠线。是。你们都出去。出去吧。瑶儿，怎么了？我爱的，我只是有些累了，我想回去休息。看好了，在这期间，任何人不得进入母亲房内。还是我进去照顾母亲吧。大嫂听不明白吗？我说的是任何人。侯爷，您明日还要上早朝，要不今晚我守着母亲吧？大嫂，平日不见你如此孝顺，这会儿倒是积极，莫不是想分母亲的遗物了？你好了，大嫂、二嫂，你们都先下去休息吧。有你这话，我就回去了。母亲，你醒了？母亲，你可担心死我们了。我还能活多久？您中了毒，瑶儿已经替您解了，您没事了。扶我起来。瑶儿呢？瑶儿替您解了毒，现在已经歇息了。母亲，您放心，这次害你的人，就算掘地3尺，我也替你找出来。不用查，我已经确定是谁了。你没想过我能活过来吧？母亲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这些年我自认为待你不薄，你竟如此狠心呢？母亲，世子娶了侯夫人的姐姐，我们顾府又要遭人耻笑了。世子着实荒唐，但当时也别无他法。您上次说换世子就是好办法呀！你看我们修红做功课认真，为人正直，比那修明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但他并非侯爷所生呀。世子也不是侯爷所生呀。可你当时不也不愿意把修红过继给世子吗？
好了，侯爷还年轻，如今又娶了妻，以后不许再提换世子的事儿了。母亲，去，给我把汤端来。死老太婆，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等你死了，我就告诉侯爷，你有意换世子。你待我不薄，这些年我对侯府尽心尽力、勤勤恳恳的服侍你，可那孟静瑶一来，你居然把钟馗交给了他，那我这些年的付出算什么？侯府能有今天，全凭希儿。他是侯爷，当家主母不是侯夫人，还能是谁？你受他庇荫，就不该僭越呀！修明如此荒唐，他哪里比得上我家修红？母亲，我也是为了顾家的以后着想呀。来人，把大夫人送官。是。我自己走。没想到这大嫂的野心如此之大。侯爷，这弟妹下药滑胎一事，莫不是跟这大嫂和孟家儿媳有关吧？哎呀，看我这多嘴多舌的，这些事情侯爷自然会查的。既然母亲没事了，那我可回去歇着了。什么？顾侯腿接好了？倒也算是喜事。去，帮我给顾侯准备一份大礼。是。赶紧歇歇吧。我听黎儿说，你把大嫂送官了。是，母亲已经没事了，刚刚睡下。蒙玉就算了吧，今左几日，略施惩戒便是了。你为何如此纵容他？当初要是将他拒之门外，现在便不会横生枝节。大嫂害母亲，蒙玉害我，传出去只会让别人说我治家无方。你就当是帮帮我，这事儿就算了吧。你要是怕人说闲话，当初便不会嫁给我。你是怕人家说我抢了儿子的媳妇，现在又害了儿媳蹲大牢。你怕官家的人觉得我连治家的能力都没有，何谈治国？此事我们虽无错，但人言可畏，朝中之人只怕会拿此事做文章。在你孟锦瑶的眼中，我竟是如此无用之人。你怀孕甚至连我都瞒着，是不是觉得我连保住你们母子的能力都没有？不是，是胎儿未稳，我不想让你空欢喜一场。孟锦瑶，你看着我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之人。我事事亲力亲为惯了，侯爷总要给我些时间。我知道你从小的成长环境让你信不过别人，可我没想到我也是别人。不知太子大驾有失远迎。你我二人不必拘礼。听闻顾侯腿疾痊愈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多谢太子关心。昨日你家之事，我略有耳闻。当日你娶妻，我未能亲眼见到，此事一直是我的心结。孟家姑娘年纪轻，你这么大的家业，她哪管得了？
听说他此人目不识丁，粗鄙不堪，可是如此？倒是让孟景瑶说对了，太子今日怕是为了试探而来。我若护着瑶儿，怕是要将他害死。犬子不懂事，我不得不娶。你跟那平阳大美人，不说了，娶了此人真是委屈你了。长兴侯对朝廷有功，我绝不能亏待你。今日我来送你一个美妾，袅袅。袅袅见过侯爷。多谢太子美意，娶妻已非我本意，纳妾我更是不想。怎么，长兴侯对此妾不满？那改日我再多送几个来，你挑挑，直到你满意。侯爷，求您留下我。看来这太子不但要试探我，还铁了心要在我府上安插人监视我。与主人将计就计了，他与平阳倒有几分相似。这可是我专门为你挑的。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，侯爷他怎么了？侯爷他纳妾了！哎呀，不可能！你们听说了吗？侯爷居然纳妾了！侯爷特别宠她，刚刚就赏赐了金银玉上好的锦缎，就是夫人结婚都没这阵仗。夫人是老夫人逼着侯爷娶的，这妾是侯爷主动纳的，能一样吗？我看这侯府的下人就是太多了，还有时间在这磨洋工，看来也是时候该削减开支了。你同他们撒什么火？夫人，侯爷也太过分了！您才救了老夫人，这身子还没好利索，还怀着身孕，他怎么就……别人终究是别人。侯爷让我做妾，可是因为我有几分像平阳郡主吗？自然不是。那是因为侯夫人目不识丁，不能相伴侯爷左右，引为知音。您心中寂寞。瑶儿如今有身孕在身，稍有不慎，这时候激怒太子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既已经纳你为妾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至于原因，那不重要。我知道你从小的成长环境让你信不过别人，可我没想到，我也是别人。你看上我如何信？侯爷，我来伺候您。妾身还未沐浴更衣。不必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瞧这长兴侯如此猴急的模样，这些年身边的女人怕是不断吧？藏得可真好。要不要喝点酒助兴？来人，把他衣服脱了。
昨夜是我醉了吗？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你的身体……放心，你孩子好得很。我是想，昨日我看见你来书房了，怎么没进来？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不好打扰。我那些是因为……侯爷，娘娘昨夜被侯爷抱着睡得太死，所以来迟，还望夫人莫怪。你是妾，第一次见夫人，应当行礼敬茶。不必拘礼。谢侯爷。真是个美人胚子，火箭有脸啊，难怪侯爷喜欢呢。既然知道侯爷的喜好了，改日我也多差人去寻几个回来。娶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那就先谢过夫人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自有侯爷功勋卓越，今身体痊愈，朕心甚慰，特邀携家眷参加宫宴，望准时赴宴，共襄盛举。钦此。看来还要进宫陪太子演完这场戏了。侯爷，快快请起。那咱家就回宫伺候皇上了。别公公慢走。你来做什么？这儿可没有侯爷给你撑腰。主子说话，哪有你这个丫鬟插嘴的份儿？我给你个机会，自己滚出去。急什么？不解风情，难怪侯爷不喜欢。此次宫宴，侯爷要带我去。你再说一遍。看来你还不知道呢，果然是傀儡夫人。宫宴上去的可都是夫人，侯爷怎么可能会带个妾去闹笑话？宫宴上不乏才华横溢之辈，你家主子这首曲子可是会让侯爷丢人的。顾锦汐就算恼我气我，也不该纳妾回。如今变本加厉，还要给自己安个宠妾灭妻的名头来羞辱。你所言当真？现在全府上下只有你们这房不知道了。你我婚后，我们第一次宫宴，你确定要带妾去？不是想帮我多纳几房吗？干嘛？吃醋了？侯爷注意分寸。我长兴侯的女人，我想给你，你不要也得接着；我不想给你，你想要也得不到。该注意分寸的是你，我的夫人。你怎么是这样的人？我们才成婚几日，你确定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
你确定要带妾入宫？当然，参加宫宴的女眷是要表演的，你若不想，可以让她替你去表演才艺。不必。我若将实情告知于你，只怕是殿前会露马脚，让太子抓到破绽。对不起了，瑶儿，往后你怎么怨我都行，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。时辰不早了，该出发了。我先走一步，你们随后跟上。妹妹，我的好妹妹也有今天。妹妹，我的好妹妹也有今天。听说这个袅袅跟平阳郡主有几分相似，侯爷很是喜欢呀。倒是妹妹你可要注意了，可不是只有你会怀孕呀。不管侯爷喜不喜欢，我都是侯府夫人，他我管不了。但是孟玉啊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还在禁足期呢？你可去不了宫宴，你失宠，为何要拿我撒气？来人，谁让你们放他出来的？可是皇上有旨，把他关回去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放他出来。是。你敢？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听闻长兴侯不仅腿好了，还娶妻纳妾了。是啊，这皇宫是什么地方？那上不得台面的妾也好意思跟来？哪个是妾呀？侯爷跟前的是妻，那后面的必然就是妾了。长得这么狐媚，跟狐狸精一样。你们瞧，那侯夫人长得跟平阳郡主有几分相像，看来侯爷还没忘了平阳郡主。快别打趣我了，我如今已是王妃，过去的事不提也罢。侯夫人，今天准备了什么节目啊？回公主，我准备献曲。放肆！谁问你了？这里哪轮得到你插话？哎呦，顾夫人，真是苦了你了！侯爷居然让那狐媚子替你上台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众爱卿，平身。此次来的都是亲近之人，算是家宴，诸爱卿不必拘束。谢皇上。哎，你去后边。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这是你能坐的位置吗？就是狐妹子，这可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让你别来，非要来丢这个人。顾侯腿伤大愈，又娶新妇，真是喜上加喜呀。是啊，不知顾夫人今日准备了什么表演？可否有幸一见啊？回皇上太子，臣妇准备了一曲《高山流水》，献丑了。这顾夫人全不似外边传的那般不堪，竟生得如此出众。只是可惜啊，嫁给顾景熙这个木头，暴殄天物。瑶儿不仅说话造诣惊人，琴音竟也如此出色。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
不让我上台是吗？没了钱，我看你怎么演。哼！妾就是妾，老天都知道他不该登台。还望皇上莫受惊扰，臣妾献舞一支。罢了，如此明珠，我如何能藏得住？好啊！许久未见如此精彩的表演了，重重有赏。父皇，你怎么能重赏一个妾？顾侯宠妾灭妻，你还如此放纵他？公主何出此言？我乃顾侯明媒正娶的夫人，孟锦瑶。可没想到皇上竟会赏他。可是顾侯不是跟妻所以亮马车来的吗？什么？夫人比妾貌美，顾侯这是何必？回禀公主，这位正是臣的妻，您身边这位才是臣的爱妾。顾侯，你放着如此珍宝不惜，偏要宠妾灭妻，当心后悔啊！来人，让顾夫人夜明珠一颗，南海珍珠1箱。皇上说教的是，臣谢主隆恩。谢主隆恩。大胆贱妾，为何不早说？害我在父皇面前丢脸。你也没问我。放肆！别再让我看见你，否则见一次打一次。哼！山鸡还想装凤凰，也就是顾侯眼瞎。你是故意的，分明是你自己不记得自己的身份。今日之事我还要感谢你，若不是你将我的琴弄坏了，我也不必拿出绝学，更不会赢得皇上的赏赐。夫人，你看这琴弦好像被人动了手脚。好像是。弹不了多久就会断的。肯定是娘娘，我刚见她从书房匆匆离去，这马上就要出发了，可如何是好呀？这是想害我在圣上面前丢人，其心可诛。离儿，你帮我准备。那又如何？你再怎么折腾，侯爷都不爱你。不要把我对你的容忍当成资本，再有下次，我定是让你后悔出现在侯府。你等着，我找侯爷给我做主。一回来就不见你人，这么早便睡下，可是有哪里不舒服？无碍，只是累了。侯爷来我这有什么贵干？还在为袅袅一事生气啊？怎么？他向你告状，你到我这来兴师问罪了？
今日之事，为难他的不是我。夫人莫急，生气对孩儿不好。你放心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会看好你的孩子的。侯爷，请离开吧，皇叔今怀有身孕，不方便侍奉你。今日你能得到皇上的赞许，实属不易。皇上赞许的不是我，是你长兴侯的夫人。皇上赏赐的也不是我，是你长兴侯府。你若想将这些赏赐另赐他人，拿走就是，不必来烦我。所以在你看来，我找你是为了管你要回这些赏赐给袅袅？不然呢？我想不出侯爷来我这还有什么贵干。赐侯府的东西，我连支配的权利都没有吗？我想给谁就给谁，何必为你来讨？你要是不想要，有一个都别留。侯爷，您忙公务也要注意身体啊，怎么能睡在书房？侯爷，请离开吧，我如今怀有身孕，不方便侍奉你。皇上赞许的不是我，是你长兴侯的夫人。皇上赏赐的也不是我，是你长兴侯府。你若想将这些赏赐另赐他人，拿走就是，不必来烦我。不然呢？我想不出侯爷来我这还有什么贵干。阿星，将昨日皇上赏给夫人的夜明珠拿来。是。赏你了。谢侯爷。其实昨天夫人所跳之舞，袅袅也会。滚！侯爷，是袅袅跳得不好吗？本侯累了，下去吧。夫人，这些事就交给我吧。你昨夜没睡好，快去歇着吧。母亲常说，千古幽珍是此花，不求闻达止烟霞。这些兰花都是我刚入府的时候种下的，就是在提醒自己莫忘初心。如今呀，这些兰花都开了，就像夫人一般，在这府中立稳了脚跟。今天是母亲的寿辰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看这些兰花缅怀了。看来你是忘了我对你的忠告了。夫人，侯爷宠谁，谁才算立稳脚跟。这是皇上赏给夫人的，你竟敢偷去！你的东西我不稀罕，可侯爷非要赏给我，你要是喜欢，就来捡吧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夫人，侯爷吩咐过，袅袅姑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许拦着。老夫人既把掌家权交给我，你们就应该知道该听谁的。夫人，侯爷给了他特权，您别为难我们。你不是说要让我后悔出现在侯府吗？原来只是个空架子，没了侯爷，你这个夫人就只是个笑话。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否则我会像踢碎这盆兰花一样踢碎你。还有你的母亲，有你这样无能的女儿，恐怕也没什么心思赏花吧。侯爷，您来了，他把您送我的夜明珠扔到了水里。该认清身份的人
是你。侯爷，您一定是误会我了。你不过是太子送来的妾，挑衅夫人，损坏圣物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太子送我，难道说太子是有一事的，所以他不能拒绝？侯爷，娘娘错了，娘娘知错了。还有你们这些庸人下人，不听夫人的驱使，要你们何用？自己下去领罚。阿星，把他带下去关起来，没我的命令，不准放他出来。是。侯爷。你放下来。除非你不生气了。你被太子设计，为何不同我说？你要是跟我说了，我也能理解这件事情的。你可曾对我说过，你想为母亲讨回公道，在孟家受侮辱，还有怀孕保胎一事，你可曾对我说过一件？不和你说，不是怨你，而是害怕。我害怕失去你，失去孩子。殿下虎视眈眈，我必须要保护好你们。你为何要救我？孟景瑶能够重新获得侯爷的青睐，不过就是仗着他腹中的4两肉。如果孩子没了，他就得不到侯爷的恩宠。你说她怀孕了？自然。若我失宠，我没法向太子殿下交代；可若是孩子没了，侯爷一定会对我回心转意的。太子给了你多少，让你值得把性命都搭进去？我已经知道侯爷为什么帮你，不就是因为你有孕在身吗？若是没了孩子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身为棋子，难道你不知道这感情是大忌吗？我劝你回头是岸。少装好心！若不是因为那日你装无辜，侯爷怎么会把我关起来？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来人啊！侯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自己摔倒的。就看在太子的面上，饶过我吧，我也可以生孩子。侯爷，夫人醒了。阿星，交给官府处理。是。我除掉了孩子，我除掉了孩子，太子会救我的，太子会救我的，太子会救我的。小二，小二，都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没有保护好孩子，没有保护好你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就不应该让他进来。就算是太子开口，我也应该一口回绝他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抓疼我了。我保证，以后我的身边只你一人，绝不纳儿妾。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的。夫君，你别自责，孩子还在呢。什么？孟景瑶能够重新获得侯爷的青睐，不过就是仗着他腹中的4两肉。如果孩子没了，他就得不到侯爷的恩宠。你说她怀孕了？自然。他是太子的人，如今已经知道我怀孕，不得不防。你去派人盯着他，随时向我汇报，再调一队侍卫过来，确保我有需要的时候支援。夫人，我就跟在你身边，时刻保护你。不必，与其时刻提防，不如主动出击。
你去帮我找些猪血来。知道我怀孕的人太多了，袅袅和孟玉想除掉孩子，我一想，干脆将计就计，让他们知道孩子没了，这样就不会再有乌七八糟的事情了。真的吗？我们家瑶儿真是太聪慧了。我想我们的孩子平平安安的。放心，我绝不会让太子再伤害到你的孩儿。这袅袅还算有点用，孟景瑶，要怪就怪你树敌太多。听说妹妹孩子没了，怎么还有心思忙这些家务呀？姐姐，我可以帮你代劳，有事吗？我是来关心你的，丧子之痛，作为姐姐，我来开解开解你。在我面前不必装，我没了孩子，世子之位没了威胁，你不是应该很高兴吗？这怎么能怪我呢？只能说妹妹你没那个命，侯府的未来呀，还是得看我和世子的。听闻世子自宫宴之后，便整日寻欢作乐，荒废功课。这样下去，即便我没有孩子，世子之位怕是也保不住。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，世子的事用不着你操心。呀，人呢？你是专门舞给我看的吗？瑶儿，我真的好后悔，要不是父亲在我身旁的应该是你啊，而不是孟玉那个粗鄙悍妇。我怎么才能抢回你啊？出去！你来干什么？赶紧给我滚！我休了你！你有什么资格休我？还想跟侯爷比？不看看自己哪点比得上侯爷？再这样下去，世子之位都不保了。不可能！父亲就我一个儿子，世子之位也只能是我的。呸！要不是我替你扫清障碍，孟景瑶就要生下真世子。即便没有身份证，孟景瑶脑子坏了才会丢下侯爷选你。我不信，我要去问瑶儿，我的亲口跟我说。蠢货，真是蠢货！锦溪，你干什么？你们夫妻二人今天还有完没完了？瑶儿，我从未把孟玉当成我的妻子，我那日是把她认成了你，我才……放肆！我是你母亲，你竟敢直呼名讳！你这世子是不想当我吗？我若不当世子，你能嫁给我吗？什么？我只想要你啊！魂念在你醉酒，今天这些话就当我没听过。你回去吧。我没醉，我无比的清醒。只要我和长兴侯断绝父子关系，我们之间就没有间隔了，你就会嫁给我，对不对？大不了我们私奔啊！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看来之前的惩罚还没让你长记性。我知道之前是我不好，我是一时受到李婉儿的哄骗才那样对你的。要是没她，你现在就已经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了。那些都已经过去了，如今我已经嫁给侯爷。我就知道你是碍于身份，所以才把我推开的。我一定向父亲说明。你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吗？你我之间根本不可能。你若对我无情，你怎么会留在我身边，还委屈嫁给我父亲呢？一定是你埋怨我逃婚丢下你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的。松开！松开！顾秋明，你哪来的自信？我跟侯爷从未受过半点委屈，我们是真心相爱，你别乱来。瑶儿，你不要赌气了，瑶儿。你疯了吗？瑶儿，
你救命！救命！姐姐，你先去找我母亲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找你。做出如此有违人伦之事，侯府是容不下你的。我和你断绝父子关系，这不就不算不伦之事了吗？再说了，瑶儿本来就是你从我身边把她抢走的。希儿，这些都是庞志愿意送出去养的孩子，你选个中意的吧。他是陪着瑞儿来的吧？瑞儿是你武术家的孩子。回侯爷，他是外室所生，一直养在外面，你选我吧。就他了。希儿，选继子是大事，不可马虎。你还没测试他们的品性，这孩子养在外面，怕是……谢侯爷，我母亲前段时间走了，我父亲说我是他的污点，若是您能收留我，我此生当牛做马报答您。不必报答我，你只需要做一个正直的人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从此之后，你便不是我的父亲，而且瑶儿，你得归还给我。你不想做世子，我不勉强你。但你欺辱我妻子，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简单过去。世子之位是祖母亲自册封的，没有她的点头，谁也不能把我赶出府去。我只是不做你儿子了。来人，鞭刑50，赶出侯府！你敢？我要去找我祖母。祖母，救我！侯爷要把我赶出府去。这次又是为何？你又惹了什么祸事？没有，我是觉得孟玉不配为我妻，我想让她把……母亲，你身体刚好，不可操劳。没什么原因，我就是想废除此世子之位，将他赶出侯府。祖母，你听到没有？他没有原因就想废除世子，天理难容啊！希儿，你早该如此。我当初就劝你换人，你非说他出去无家可归。祖母，希儿如今腿好了，也会有自己的孩子。你以后别叫我祖母了，侯府对你已是仁至义尽。不是那个意思，其实这父子关系也可以不断。老夫人，侯爷，世子他只是喝醉了酒，胡言乱语。你来干什么？老夫人，我求您再想一想，我妹妹她才刚刚没有了孩子，现在废除世子，恐怕是让别人看我们侯府的笑话。而且我才刚刚嫁进来，你把我们赶出去，以后要怎么向我们的父亲交代？什么孩子？瑶儿怀孕了？怀是怀了，但是前几天被侯爷吸纳的那个气推掉了，早就没了。你别乱说话。孩子没了。孟玉，瑶儿，孩子真没了吗？瑶儿，孩子真没了吗？母亲，孩子还在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亲眼看见你被袅袅推倒在地，满地是血，官府的人都把他给抓走了。瑶儿，孩子到底怎么样？你别骗我。母亲，孩子还在呢，那些血都是提前准备的。你是故意的，你竟敢拿孩子以身试血！孟玉，你刚说亲眼看见，当时可在现场？我没。若不是你挑唆放走袅袅，不然他怎么会有机会害我孩儿？你没有证据证明我要害你，就算官府的人来了，也不能拿我怎样。你上次下药害我，我没追究；这次挑唆袅袅害我，再容你，便对不起我腹中的孩儿。官府拿你没办法，但侯府，你休想再留。对，把他们都赶出去，我要保护好我的孙儿。今日起，
废除长兴侯世子之位，永世不得再入侯府。滚！你给我等着！你疯了！要干什么？我要杀了顾景熙。我现在不是世子了，你和我没有关系，赶紧给我滚！你以为我想管你？你要是弑父被抓，我以后出门还怎么才能做人？你干那些龌龊事的时候顾及颜面吗？你要再不滚的话，我连你一块杀！你疯了！凭什么把我赶出府？你和瑶儿逍遥快活，顾景熙夺我爱妻，休想好过！顾景熙，你我父子一场，你既然无情，就别怪我无义。把我赶出侯府就是逼我死，我活不了，你也别想活！给我出来！夫君，你没事吧？无碍，他伤不到我。侯爷养育你一场，你竟然能干出弑父之事，简直禽兽不如！瑶儿，为何是你啊？死在你手里，我认了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当初逃回。如果没有如果，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若不是被奸人哄骗，现在一定和之前不一样。瑶儿，我最后求你，能不能抱我一下？对不起，我知你对他还有情谊。世子被赶出侯府，定无处可去。这些年是我太纵容了他，也没教会他什么本事。你去给他置办一个宅院，再分一个庄子给他，也能保他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了。是侯爷，我这就去办。父子一场，缘尽于此。没想到当初选他，竟是害了他。养育了他10几年，没想到到头来，却养育出了最恨我的人。现在如此，对他来说或许也是种解脱吧。是他无德，担不起你的恩。我对他最后的关怀，便是帮他瞒下弑父之命。来人，将世子带下去，厚葬。我可是世子夫人，你竟敢这么对我！世子都没了，哪来的什么世子夫人？侯爷说了，等葬礼结束后，立刻赶你出府。我可是世子遗说，你让孟景瑶出来，我见他。你凭什么见我们夫人？夫人给了你2个选择，要么乖乖拿着和离书滚回孟家，要么关去顾氏祠堂，替世子抄经忏悔。不行，我不能被关起来，先回家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和离书呢？你夫人仁慈，你不要不识好歹。他，你个丫鬟，你吃了豹子胆了！你平日里不就是如此待我的吗？人呐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孟景瑶，你给我等着！混账东西！我本来对你寄予厚望，可你被人赶了出来，以后别人还怎么看我永昌伯府？父亲，是孟景瑶害死世子，害我年纪轻轻守寡，还让我和离，把我赶出侯府。什么？他竟敢残害手足？侯爷可知道这些事情？侯爷现在被他迷了心窍，什么都听信于他。他在侯府简直是一手遮天。他还有这等本事？也好。侯爷以后还能为我所用，你以后就不要再添乱了。
玉儿，快起来！什么叫我添乱？母亲，父亲怎么能如此说我？梦景要害我到这般田地，就不管了吗？都是母亲的错，没想到那世子这么不堪重用。娘，我以后该怎么办？母亲有办法。等我收拾完孟景瑶，母亲给你找个清白书生，我存了些银两，够我们衣食无忧了。怎么收拾？我恨死他了！孟景瑶无非就仗着侯爷的关爱罢了。若是侯爷不爱他，他就什么都不是。说得对。夫人，孙氏传来消息，说要将你母亲的牌位从祠堂挪出。什么？孙氏还说，你今天不回去拿，他就直接扔了。我给孟玉和离书，他竟这么不知好歹。既然他这么着急找死，走，去看看。你们孟家只会用这种下作手段，把牌交出来。侯爷莫急，我做这些事不也是为你着想吗？孟景瑶满身仇恨，她待你不是真心的，生孩子不过是为了巩固在侯府的地位罢了。这件事情我不会善罢甘休。侯爷敢赌吗？赌孟景瑶说些什么？如果今天侯爷去后面稍等片刻，我马上奉上孟景瑶母亲的牌位。我母亲的牌位呢？孟景瑶，你急什么呀？区区一个牌位，我还能不给你吗？我让你来不过是回答我几个问题罢了。侯爷位高权重，不能与孟玉一个女人计较，而你却不依不饶，就休怪我给母亲报仇。什么报仇啊？我告诉你，孟景瑶，你母亲的死与我无关。有没有关系？你心里不清楚？孟景瑶，你不要给我按莫须有的罪名。你嫁入侯府，难道只是为了报复我吗？当初不是你们逼我嫁过去的，我只不过是顺势逃离了你的魔掌。原本想着晚些再处理你，没想到你这么迫不及待，敢拿我母亲的牌位威胁我。所以你根本就不爱侯爷，嫁入侯府只是为了侯府夫人之位罢了。大仇未报，谈何情啊？看来你心里是真的没有他呀。怀孕生子不过是为了巩固在侯府地位的手段了。那有什么关系？我迟早会让你下去给我母亲谢罪。孟景瑶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凶手，他是被盗贼所害。孟景瑶满身仇恨，他待你不是真心的。你母亲是被盗贼所害，跟我没半毛钱关系。盗贼？忘了告诉你，那天我就在房间里。什么？我当时明明……我在屏风后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。你给我负气，亲手杀死了我的母亲。夫人，该喝药了。我不喝，你出去吧。夫人，你还在生气呀？是老爷强迫我的。我念你可怜，好心将你留在府中，你竟然能做出那种事！你走吧，等我们和离，你们爱怎样怎样。夫人，该走的人是你。小姐呢？我要让你们一起上路。夫人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，老爷是先有了我，再有了你。他看上的不过是你的家产罢了。哼！哎呦，这我不是让你喂他点药不就行了吗？这怎么还弄出这么多血啊？他已经知道了，还要跟你和离呢，连药都不喝，再晚1分钱都捞不到了。哎，
这罢了罢了，赶紧收拾吧。你从未如此说过。我不装傻充愣，怎么会逃出你的魔掌？现在我已经是侯府夫人，你可要小心。不，你没有证据，再有钱有势能怎么样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官府根本不会听你的鬼话的。我母亲的牌为你。母亲，那个负心汉能为了钱杀害我母亲，同样也能为了钱舍弃你。放心，我不会保护你，我有的是办法。不行，我得去多买些侍卫，提升保护我的安全。侯爷是不是有一批暗卫，专门负责收集和传播消息？是，夫人有何吩咐？让他们散布消息，说有人高价回收宣纸，按正常价格的100倍收回。好的，您真的要回收宣纸吗？收。将本月的所有门面的现金流调出来，保证回收现在市面的所有宣纸。夫人，宣纸那种不值钱的东西，除了产的慢些，根本不值得花钱回收呀。值得。对于有些贪心的人来说，宣纸就是最好的诱饵。好的，夫人，我这就去办。老爷。哎，我的天哪！老爷，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家里的宣纸卖了。市场上有人高价回收宣纸，可惜我知道的消息晚了，市场的宣纸被人家一抢而空。幸好我喜欢囤积宣纸，家里还有一些。父亲好厉害，有了这些，我定能寻得一个好归宿。那算什么？早知道消息的人，卖了1000两黄金的都有。你们赶快出去打听打听，哪里还有宣纸？对，去打听打听。走。夫人，正如您所料，京城的宣纸都被收完了，如今正堆在城南的仓库。好，该收网了。散播消息给永昌伯府，把所有宣纸都卖给他们。是。老爷，把所有的房契和地契都拿出来，还有你私藏的那些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！老爷，那些钱是留着给月儿嫁人的。哎呀，她如今是下堂妇，谁还愿意娶她？不如我们赌一把，干完这一票，咱们有花不完的钱。快一些！都在这儿了。哎，老爷，这消息可不可靠呀？别被骗了。我亲眼所见，南城还有一大批的宣纸，你别耽误时间了啊！我还要去钱庄去借钱，如果我去晚了，就被别人抢走了。我走了啊！哎，你盯着点儿。没了，没了，这些都没了。老爷，家里的东西呢？老爷，你说话呀！家里的东西呢？家里的东西我都卖了，我都买南城的宣纸了，可是他们怎么就说不收了呢？哎呀，我们现在的家当就剩这一堆宣纸了。哎呀，什么都没了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家里的东西呢？家里的东西都被你爹拿去抵押了。钱庄的人马上就要来了，我欠他们的钱
我一辈子我也还不完呐！他们肯定要了我的命啊！老爷，完了，全完了！瑶儿，瑶儿，你救救为父吧！孟家倒了，家里出何事了？瑶儿，孟家家产没了，全没了。我还欠钱庄几千两，你救救为父啊！你救救孟家啊！父亲，我是很想帮你，但毕竟这不是什么小数目啊。瑶儿，你知道钱庄人的手段，今天我要是不还他们的钱，他们肯定剁掉我一只胳膊呀！可是这么整，瑶儿，你把孙氏还有月儿卖到青楼去啊！剩下的钱你帮我补齐，怎么样？老爷，你疯了！我可是你的妻子啊！我就算是死，也不要去那种地方。我不要去安宁。我不好替他们做主。若是父亲执意如此，那瑶儿先告辞了。瑶儿，瑶儿，老爷，老爷，我不能去青楼啊！老爷，我们不要去。这事饶不了你们。我不要去。你知道吗？钱庄的人心狠手辣，我今天如果不还他们钱，他们肯定整死我。老爷呀！这样，你和月儿先去青楼接客，过一段时间我把钱凑上，我去接你们行吗？啊！老爷不要这样，她可是你女儿啊！就是因为她不会赚钱。来人呐，把她给我绑了！老爷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们就得这样。是时候该清算。母亲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听话点儿，不就不会挨打了吗4号厢的黄老爷，有请玉儿姑娘。嗨，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打扮，还挺像这么一回事儿。是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你有钱，你故意不给你爹钱，把我卖到这里来，真是可笑。我把钱早都给父亲了，他早都还清了账了。我还给了他们赎你的钱，不过他用这笔钱买了个小杂院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当初能为了钱舍弃我母亲，如今也能为了保命舍弃你。你都被卖到这了，还认为情比金坚呢？不对，是你故意设计的，是你收回宣旨，你要报仇，你要给你娘报仇。我早都说过了，我要报仇，根本不需要报国。你是来杀我的？我可不想脏了自己的手。回来只是告诉你，你被父亲彻底舍弃了，别再对男人抱有幻想。不，这个事情不能告诉玉儿，不能告诉她，她最亲爱的爹抛弃了她，不能。放心吧，我看他在这里这么开心快活，何必多费口舌？孟金瑶，今日我受之苦，他日长刑后必让你尝到。你还是多看看自己的处境吧，我就不劳你费心。夫人，孙氏自尽了，是吗？听说孙氏受不了万花楼的虐待，跳楼而亡，街上的人都在传呢。母亲，您大仇得报，终于可以安心。夫人，这消息要告诉侯爷吗？不必。我看侯爷很在乎您，要是他知道您报了仇，也会高兴的吧？我当初嫁给侯爷就是为了报仇，可我与他之间又不只是报仇。他那么忙，
就别拿这些琐事去烦他了。夫人，侯爷啊，只要是您的事情，都恨不得亲力亲为，哪会心烦呀？也是，回头又要说我什么都不同他说了。夫君，你都好几日没回来了，这几天我干了件大事。有所耳闻，恭喜夫人。夫君，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啊？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瑶儿，我不过是你报仇的工具，若真战死，也会因此落泪吗？战事吃紧，我要去趟城外，最近都不在府中。那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嗯。就你这货色，你也配？哼！就你这样的也配跟我们抢？呸！我们走。这是谁家小娘子哭得这般伤心啊？王爷，王爷，我本是清白人家的女儿，永昌伯是我父亲，我遭受奸人所害，才沦落至此。王爷救我！哎呀，来，起来说话。哎，永昌伯就是长兴侯的岳父大人。啊，长兴侯夫人正是婶妹。那他为何不救你呀？我沦落至此，都是拜他所赐。哎，也罢，那本王就替你赎身吧，日后到王府去伺候本王。多谢王爷。小玉，那是在万花楼，本王见你是一见倾心啊，日后这王妃之位也定然是你的呀！王妃，王爷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了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那丫鬟不过是从万花楼里过来的，过不了多久，王爷就会忘了。等王爷走了，让他来见我。锦溪，再没有人会像你对我那般好了。王爷他风流成性，整日寻欢作乐，我真不该一时糊涂嫁给他。王妃，你找我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，谁让你进来的？王妃有所不知，我本是长兴侯的儿媳，因遭姐姐嫉妒，被陷害进了青楼。我知道她对你也同样念念不忘。什么？我之前在侯府，她那妾都是挑跟你有几分相似的，她那个妾根本比不上你。孟景瑶，你不就仗着侯爷恩宠吗？说是平阳郡主回头，我看你能嚣张到几时？你跟我说说侯爷。郡主，王爷根本就不爱孟景瑶，是他设计怀上侯爷的孩子，这才稳坐夫人之位。侯夫人怀孕了，说退婚就退婚，你这是不负责任。请你才是对你不负责任。为何如此？我们青梅竹马，我知你性情冷淡，却不知你连心都是冷的。我此次救太子，伤得太严重，恐怕无法痊愈，更无法生孩子。你确定要嫁给我吗？不是说只是小伤，快好了吗？看来我们终究是有缘无分。家里也有意让我嫁给端亲王，那便退婚吧。祝你幸福。她怀孕之后，就对我赶尽杀绝。
侯爷也拿他没有办法。那日在宫宴倒是没看出来，他竟如此厉害。正好我过2日举办赏花宴，好好会会他。怎么没说你今日会来？王爷下的请帖，不来不礼貌。侯爷，侯爷，王爷与其他男宾都在前厅，有请。侯夫人，我已告知要穿与花有关的服饰，侯夫人怎么穿的那样严肃，偏要显出不同吗？可是请柬上并没有说明，难道是怪我招待不周，故意刁难吗？平阳郡主莫不是对侯爷余情未了？侯爷应邀出席，事前我甚至不知道他会回来。难道侯爷也想与郡主再续前缘？不敢，是我没看清，小王妃雅兴了。我备了衣服，你去换吧。这衣服也太单薄了。平阳郡主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妹妹，没想到吧，又见面了。你倒是有本事，跑到这里当丫鬟。看来我真是小瞧你。对呀，今天我要你给我母亲陪葬。救命！救命啊！锦溪，王妃有事吗？锦溪，怎换我如此身份？你之前都是唤我归名的。上次在宫宴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大婚呢。多谢王妃。你腿好了，真好。我都好多年没见你参加宴会了。我记得小时候，你最喜欢百花宴，说是比其他宴会有趣。救命啊！小二，救命啊！来人啊！有人落水了，快来人啊！救命啊！侍卫呢？还不赶快救人！不行啊，侯夫人穿这么少，没人敢救的。你快去前厅找侯爷。不行啊，侯爷还在前厅，等他赶来，这侯夫人恐怕都撑不住了。我说就让侍卫去救。这成何体统啊！若是被侍卫看到侯夫人清白变毁了，以后还怎么抬头做人？这水冰冷，清白也没有命重要啊！小二，顾锦溪不是在前厅吗？怎么来这么快？小二，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！无论你是否真心爱我，我都不能失去你。你夫人没事吧？侯爷，夫人和小世子并无大碍，只是偶感风寒，吃上几副药调养几日便好。你先下去吧。哎，小二，还好你没事。你醒了？我若有事，倒是成全了你和君主了。我今日召集赶进宫去，就是因为知道你要去，我怕平阳郡主对你……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今日之事，比起你这些天的冷漠，根本不算什么。你驻扎城外的这些日子，我给你去了多少封信，你一封都没有回过我。你心里可还惦记着我这个夫人？对不起。
我爱你。我这些天一直都很压抑，我都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。其实那日你去祠堂，我也去了，我就在后面听到你们说话。虽然我知道是孙氏设下的局，但知道我亲口听到你嫁给我是为了复仇，我还是难过。可今天看到你落水，我就不管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，就有什么重要的，我离不开你，一定要在我身边。当年我亲眼看见孙氏害了我的母亲，我对她的恨意盖过所有。可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我便喜欢上你了。对不起，我竟然都不知道这些，没能帮你手刃仇人。今日是孟玉，可是我答应过他，不再伤害他。孟玉，他怎么会在王府？他被我父亲卖去了万花楼，许是勾搭上了王爷，又去王府做丫鬟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联系他。今日要是你跟宝宝出了任何事情，我一定血洗他王府。我想，平阳郡主也是受了孟玉蛊惑。既然你答应过不伤害他，那便让我来。你就好好调养身体。锦溪，你怎么有空前来？你夫人没事吧？无碍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是不会有意害我夫人的。是谁要害她？你在说什么？丫鬟说，你夫人是自己不慎落水的。丫鬟？从万花楼领回来的丫鬟孟玉。她可不是普通丫鬟。我知道，她都说了。她是那人的姐姐，孟玉。孟玉多次勾引我未果，又嫁给我过继而来的世子。后来被亲生父亲卖到万花楼，他不但不思自己的过错，却对瑶儿心生恨意。郡主只怕是被小人利用。不可能，那孟玉看上去全然不似如此狠毒之人。我劝王妃看好他，若哪天夫人因为他而出现任何闪失，我不敢保证王府的日子会像现在这般安宁。锦溪，你果然还是关心我的。言尽于此，我先走了。锦溪，来人，把孟玉给我带过来。王妃，我只是替你鸣不平，清除障碍呀。他夫人若是死在我手里，难逃其咎。分明就是你与他有私仇，挑唆我替你报仇。王妃，孟锦瑶若是诞下孩儿，以后就是长兴侯世子，你跟他就再无可能了。你觉得我还会再信你吗？来人，刺白绫。是。王妃不要，刺死我容易，如果王爷快再下来，你也不好交代呀。王妃饶命啊！就凭你，何须交代？王爷宠幸的女人多了，早就把你忘了。带走。走。王妃饶命！走。王妃饶命！不行，我同意就将他刺死！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堂堂王妃刺死个贱婢，怎么了？哼！倒是你，不是又领回来几个，何必对他如此怀念？我留着他自有用处，你除了给我添乱，还会干什么？嫌我添乱，他可以休了我。怎么，在宴会上看到你的前情郎啊，又春心荡漾了，是不是？这么迫不及待的想去找他，哪里都比在你身边强。我告诉你吧，你就死了这个心吧，我只会把你留在身边，慢慢的折磨你。长兴侯的夫人现在都已经有身孕了，不像你到现在还无所出，他心中根本就没有你。这能怪我吗？你从不碰我，如何有约啊？哼，你呀，
只配偷偷的对着镜子孤苦相思。当一个老姑娘，一分爱也休想得到。哼！早知如此，我不如嫁给锦溪。如今他身体一旦好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王府。王妃，侯爷那边又回绝了，说是夫人临产，他要陪着。您若有事，书信告知便是，不便见面。王妃，孟锦瑶若是诞下孩儿，以后就是长兴侯世子，你跟他就再无可能了。你去告诉侯爷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，就在当年退婚的城外亭子等他，只求见这一面，此后再不打扰。是。要不是锦溪无法生育，我怎么可能抛下对我那么好的人，嫁给恶魔？凭什么让孟家女检献丑？锦溪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王妃，这次来，我就是想要跟你说清楚，请你不要再打扰我和夫人。王妃，请自重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先走了。锦溪！啊！救命！住手！锦溪，不要管我，你夫人快生了，你回去陪她吧。疗伤要紧，我先带你去找大夫。汤里有多大药？那我去找大夫。夫人，福州侍卫跟那黑衣人都打起来了，快去找侯爷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从侧门走，你小心些。小儿呢？发生什么了？侯爷，夫人昨夜喝的药里有多大药？我原本想去找大夫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来了一批黑衣人。夫人让我去找你，但我没找着，回来后就不见夫人踪影了。温婆呢？为什么会有堕胎药？温婆全都不见了，药是小云端来的，她已经跑了。夫君放我下来，小心我们的孩子。不是你夫君，不会伤到我们的孩子的。快放我下来。那夫君给我们的孩儿起个名字吧。如果是女孩，就叫心儿，心细养儿，常伴身侧。如果是男孩呢？男孩，由夫人来起。如果是男孩，就叫勇儿，希望他像夫君一样英勇。好，好名字，那就听夫人的。对不起，瑶儿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侯爷，小云带到。说，是谁指使你下的药？没人指使。你要是说了，留你一条全尸；你要是不说，就把你全家都找出来，给你陪葬。我想你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折磨而死。侯爷，我也是被逼的，
我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，是王妃拿我母亲性命威胁。夫人对我很好，我也不想害她。平阳，是我看错你了。王妃，侯爷来了，他让我给您捎信儿，说是下午在群山客栈见面，他在房中等你。什么？看来梦玉所言不假，他只是在乎他肚子里的孩子。如今孩子不在，他便想起我了。啊！可你的伤还没好。都是小伤，是我让人假装劫匪的，自然有数。你快去把我最喜欢的那只簪子拿过来。是。就是这件，这是我们订婚时他送给我的，快帮我戴上。好看吗？王妃真好看。锦溪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。这些年，王爷最大的乐趣就是折磨我。你看这簪子，这是当初你送给我的，我一直都珍藏。我夫人在哪儿？我不明白，孟姑娘不见了吗？调虎离山，谋我骨肉，害我夫人。我今日杀了你，为他报仇。我没有派人去杀他。侯爷，外出寻找夫人的侍卫都回来了。要胆敢再害我夫人，休数此簪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终究是失去你了吗？这种美人儿竟然落单！哎呀，哎呦，小美人儿，锦溪，你回来了，你对我还有情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哎呀，小美人儿啊，怎么走？哎呦，哎呀。哦，姑娘，别看我是个马夫，我可比你嘴里的那个会等人儿，不如就从了我吧！啊，哎呀，消息属实，王妃和长兴侯当真在里面。长兴侯，本王忍你很久了，苍天有眼，今天终于逮着你们了。好你个荡妇，竟敢干出如此丢人之事！我和侯爷才是真爱，你放我自由！还在痴心妄想，你回头好好看看你的侯爷！你是谁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刚才是你主动的，跟我可没有关系啊！王爷，王爷！就因为我不碰你，你居然寂寞难耐，找了个马夫！我没有，是他占我罪疚。若不是你愿意，这光天化日怎么可能在客栈里？我不知道，真是把颜面都给我丢尽了，就让你身败名裂。来人呐，再把他们给我押出去，邮件示众。王爷不要，王爷，你还是让我死吧，你杀了我吧。从你嫁入王府，心里还想着别人，王府的面子都让你给丢尽了。你想死没那么容易。来人呐，把王妃给我拖出去，让人们好好看一看这个不守妇道之人。是，走。王爷，走！王爷饶命啊！王爷，侯爷，您走之后，平阳郡主与马夫苟且，被王爷发现后游街示众，郡主不堪流言蜚语，自杀身亡了。也罢，算他自食恶果，下去吧。是。
小儿，你听到了吗？坏人已经遭到报应。你到底在哪里？为何我翻遍了整个京城，为什么也找不到你？夫君，我回来了。小儿，小儿，你和孩子都没事？这就是我们的孩子吗？这就是我们俩的孩子，是个男孩，我们要有小世子了。这些天你都去哪里了？我真的好担心你，是我识人不清，害你受苦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只有你能救我的孩子。多亏了神医，我偷偷跑出去找他了。要不是他，我们的孩儿怕是不保了。堕胎药是平阳让小云下的，我已经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还有一部黑衣人，手持皇家利器来势汹汹，只怕是太子要斩草除根，所以才迟迟不敢回来。太子，我装病蛰伏这么多年，还是要害我的孩子，是时候该换太子了。走，我送你回房间休息。走吧，陛下让我将你押送至边疆，该上路了。是你陷害我，否则父皇不会撤掉我太子之位的。是我没错，可你已经没地方去说理了。果然是你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拿你当兄弟，你这样对我，兄弟，兄弟会一直陷害对方吗？兄弟会想着一心处死对方的孩子吗？你都知道了。这些年要不是我装病，怕是早就死在你刀下了。你是装的？没错，我一直装病不取，让你立于储君之位，已经对你仁至义尽，可你却还要继续动手杀我妻儿，你不忍，休怪我不义。长兴侯果然厉害，我输的心服口服。夫君回来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没人再去打扰我们的生活了。夫君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颖儿会叫爹了。真的吗？来，爹爹。